与贵妃去了御花园，她正在和端王私会。大儿，你有何指示？没有指示。你不在意吗？叔知道你喜欢他，可他是你的枕边人，一旦有了异心，就太过危险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站在他的角度，选择端王，确实更稳妥。为何？你不是已经掌握了端王的计划了吗？掌握和有把握是两回事。他想活下去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告诉我，风中为何多万颗？他真的如此重要？你不该为儿女私情而冲昏头脑。他是我的父母。那小后代呢？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连我都在犹豫，要不要和他结盟，他却一直坚定的选择我。你是我这2辈子见过的最勇敢、最厉害的人，你一定会笑到最后，杀出一片山河情怀。所以，他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，包括离开我。不玩了，这还怎么玩啊？本来还想着4个人一起打麻将呢，结果人家1卷3，来了个天胡，还说心悦于我。你会心悦一个纸片人？鬼才信！婉音啊，北叔，我看你迟迟未归，就给你备了些茶和点心，记得吃啊。好，谢谢北叔，你也早点歇歇。嗯。北叔对我还挺好的，那我要不要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和蛋总？算了，与其一起难过，还不如让他们什么也别知道。也不知道我活着的这本书里叫什么名字，会活到第几页啊？说不定徐瑶的死也是剧情提前设定好的。这又是何苦呢？是啊，这是何苦呢？谢妃娘娘，您来了。安公公，哎，娘娘啊，我们娘娘有要事要见皇上，任何人不能打扰。这是。娘娘，您看，
您还是先请回吧。蛋总，蛋总，你怎么来了？端王他果然有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徐瑶的这本书把他的计划记录得这么详细，如果夏侯伯真的是站在最高层的话，这本书怎么会落到我们手里？假设他是故意让我们发现的，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想要打败你，最简单的方式当然是什么也不让我们知道。还有，他如果知道我是穿来的，怎么不直接问我，反而几次三番地试探我？而且我今天和他见面了，我说到我们都不是一个物种，甚至都不是一个次元的时候，他明显迟疑了一下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他展现的主动行为，可能只是通过某种方式观察到了我们几个的异常。在他的眼里，我们可能就是那种能预测未来、开了天眼的半神。而且他觉得我们三个是同类哦。你、我、谢永儿。所以，他不信任谢永儿，也不会信任我和你。这么说，他还是个制片人。我还是得想个办法，好好试一试他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是不是得赶紧找到那些学子了？笑什么？你跟他私下会面的事情，就这么告诉我了？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大事，你的关注点就在这儿。我都听到了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要不要吃火锅？好了好了，错，哎，吃火锅去。走。啊，怎么还没来啊？不会反悔了吧？哎，考生的姓名和特点你都记熟了吗？这可是决定咱们鱼蛋组合生死存亡的一战。放心吧，小问题。手拿把掐。那你怎么忽悠他们来的？卖包子，香喷喷的大包子。客官说好。天下落奸佞之手，知危急存亡之秋。民力一竭，财用一法，士卒一老，人心一理。各位平生不得志，铁马金戈非我求。兄台，好诗啊！我这儿也有一首，帮我看看。君子见机，达人之秘。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。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忠烈之士沦亡殆尽，内忧外患相人而起。朱学子寒窗苦读数十载，隐忍守义于乱世，有过人之节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江山飘零，取而代之，不如破而后立。愿结交诸豪杰，指点江山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月末东湖一句，共商大计。此行或有凶险，望出行谨慎，以保万全。哎，总裁就是总裁啊！这文采，我这个社畜真是自愧不如啊！岑兄，借用一下。
我等前来赴约，是有感于信中所言，愿与知音一叙。今日一看，阁下找我等就是喝酒赏景，也不像信中那样相见恨晚呐。诸位舟车劳顿，还要受这遮头盖面的委屈，在下心中实在过意不去。正如信中所言，确实仰慕各位的才名已久，诸位写的锦绣文章，在下也常常是口诵心为，眼倦。场面话就不用说了吧。建官立国，所以养人也；富人取财，所以资国也。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土之宜。这是李兄的文章。涿州李云熙，博学广智，为人高洁，刚正不阿，直言不讳。若长户部，其世事资诸的品性，定能震慑群孽。当服一白。倒是做了一些功课啊。并州杜山，鸿渊一曲，动天下。若长礼部，自会让大夏风清气正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治和之要，首穷其理，变通考量，全以人情。尔兰兄写的和韵，可谓是深入浅出，字字珠玑。若长工部，大夏人口资繁，指日可待。梁兄机灵变通，擅长算学，时移世易。如今吏部正需要你这等人才，方能不拘一格，选贤纳能。我干了。汪昭兄淳朴素直，令人一见便心生好感。将来或许能入鸿胪寺，斡旋于各国之间。阁下给每个人都许了好大一个诺，那么我又要找什么？民以食为天，岑兄若为农官，则更是万民之福。如今西北大旱，西南大水，我近日找到了一部西域典籍，有一作物可抗倒伏，耐涝抗旱。若有机会，愿与岑兄彻夜详谈。什么户部、刑部、吏部，胡乱的许诺了一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能做得了昏君的主呢。是啊，头躯报明主，身死为国殇。现如今，朝中能臣凋零，我甚至恨不能一头枪地，唤醒那暴君。你指望那暴君干什么？哎，但听坊间传，端王文韬武略，尚可称为贤王。哎，端王一心谋权，未有为国为民之举，算不得贤王。身为一国之君，却陷民生于水火，归根结底，是君王负了臣民啊。红颜祸水啊！想必那暴君一定是被于婉音那妖妃迷了心智，现在越发的昏庸无道。说我，没错，这正是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啊！没有那女性妖妃的时候，皇上就是个明君了吗？他无能便说他无能，何必怪到一个女子头上？你是在维护那妖妃吗？不然呢？你真认为一个后宫妃子能扰乱朝政吗？明明都是借口吧？怎么是借口呢？坊间都传什么？传人家蛇精脸能消离？一口一个妖妃叫得掷地有声的，李兄难道看过人家施展妖术不成？儿臣，李兄，这家伙会说忧国忧民，在下佩服。尔安兄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可是二位，咱是不是跑题了啊？这天下由何人来管？要怎么管？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正如给各位的信中所言，破而后立，如何破局，才是关键。
依我所见呢，正解人就在人，自古以来应当是能者上，庸者下，如今却是庸者上，能者下，不打破贵族特权，这一切都难以展开。正所谓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正是，战乱未必亡国，灾荒亦未必亡国，可唯有一事可令国运不在，人心尽失，那便是寒门再难出贵子。你还真敢说呀？有何不敢？在座诸位布衣为带，能救大夏几何？诸位且抬头看看，不见青天，唯有烂泥。硕鼠，无食我黍，既为苍生，无有不可。说得好，有兄台这般胸襟抱负，大夏可有望了。没错，空有一腔抱负却不能入仕为官，救大夏只能是空谈。阁下果然信如其名，这顿酒喝得痛快。只是阁下到现在还未告知，您到底姓甚名谁呀？来了，这一幕的高潮终于来了。必姓夏侯。此等谈吐，莫不是敦？要令杜兄失望了。单名一个“淡”字。至于这位嘛，就是方才各位口中所言的祸国妖妃于婉音。各位才子好。草民王昭，叩见陛下。草民杜尚，杨国杰，草民叩见陛下。叩见陛下。你要跪便跪，拉我做什么？想让我跪着昏君，除非我死。诸位，快请起。请陛下恕罪。诸位只知暴君苛政，鱼肉百姓，殊不知这10数年来，朕的皇位早已被架空了。如今的朝政，半数由太后把持，半数由端王左右。他们以大夏的百姓为赌注，一场接一场的豪赌。朕虽心如刀割，只能装作暴君，好以自保性命。今日一叙，是想向诸位抛开我这颗拳拳之心，希望诸位知我之苦。陛下既有此心，为何不整顿科举，广纳人才？为何要我等形同做贼，避人来见？如此纳才，未免有失君仪吧？有太多双眼睛看着我了，单是动一动科举，就会受到多方的阻挠。若不是暗卫四处搜罗，你们的锦绣文章根本到不了朕的案上。朕也只能暗中联系，才能将各位送到合适的位置上，大展宏图。所以，方才许下之事，诸位应知，并不是什么空口白牙的画饼之言。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以朕的片面之词，很难在一朝之间，让诸位的赤子之心转向于朕。但朕必须得争取。他日，诸位入了朝，定会被太后和端王等盯上，或纳入，或利用，或针对，
到了那日，我愿诸位勿忘今日在舟上痛陈之词，鸿鹄之志，站直了身子，做大夏的脊梁。明明是为招募学子才想出来的话术，可为什么我听完之后却这么想哭？陛下，竟如此厚望于我等，我真是成何体统！天子之言，何其轻巧！一句苦中，就要将寒门学子的血肉之躯速成棋子，去为你抛头颅洒热血，废太后除端王。夹缝求存，所以你不能抒发启志；多方阻碍，所以你不能整肃朝纲。堂堂天子，连此等担当都没有，还谈什么千金买骨，吞别人去做脊梁？草民的父老乡亲，每家每户，无一不是整天的耕地，存留余粮，却只够果腹。草民的一对弟妹，刚出生不久，便赶上欠收年景，被活活饿死。如此税赋，真去了他该去的地方吗？中军连年征战对抗燕国，可将士们的军粮里却掺了30%的沙纸。我刚一入京，就看到大理寺杖毙喊冤的民语。陛下，陛下，草民说的这些，你真的正眼看过吗？李兄，不必如此。是才是谁说？若能灭圣，定当以头响地，以死相见。现在圣上就在面前，一个个都怎么了？哑巴了？陛下当时是处置了户部尚书的，闹得很大，相信诸位应该都听过。那个纵马案，陛下也是想办法将魏太傅一家绳之以法了。但此事民间盛传，是端王所为，我老家家家户户都为他烧香祈福呢。不管是谁所为，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吗？每家每户的高香，终究是白烧了。李兄，忤逆圣上，可是死罪。李某不介意削剑画仿，以死明志，正好遂了李某的心愿。等等，李先生，陛下今日来此，绝不是想让大家卷入朝党之争。何况，那10位素参之辈，也包括皇室，死也就死了，可百姓又有何苦？可如今局势已经如此，赋役不均，虚吏舞弊，贪官横行，国库空虚，我等能力有限，虽然想到了应对之法，奈何孤城难明，所以才需要诸位的帮助。婉英口中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婉英除却宫妃的身份，我也是大夏子民，我喜欢这片土地，我也想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点什么。但婉英愚笨，唯有恳请诸位不为什么暴君妖妃，只为家乡的父老，为那死去的弟妹从长计议吧。诸位若想走，朕不会阻拦；诸位若想围观，朕会鼎力相助，哪怕不在朕的麾下。
草民不懂，这是为何？不为何，只因朕相信，诸位无论在何处，无论做什么，定然都是为了大夏好，哪怕因此要对付朕。草民，草民。我之前一直不懂为何要将百姓比喻为草。难道我等生来就活该遭人践踏？现在我懂了，这草原是生生不息之草。草民生来便患有恶疾，如今只剩2、3年寿岁。敢问陛下，草民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河清海晏，时和岁丰？此为天子一诺。前几天，愿为天子效犬马之劳。即便是纸片人，他们所经受的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切肤之痛，而我一直以来却忽视了这一点，总想着与他们不同。可是我又怎么能确定自己就不是纸片人呢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快！落水了，船家，船落水了！啊！快救人！你不要将考生们给我救上来！是。快抓住！书里的结局不是这样的，你还有大仇未报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你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。你书里的结局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富贵安康。头躯抱明主，身死为国殇。我喜欢这片土地，我也想为这片土地上的人做点什么。若真如此，便遂了在下年少时候的宏愿。敢问陛下，草民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湖清海晏，时和岁丰？
这些人肯定都是端王的人。什么阴间妖妃，这恶人，我恶不过他。可是，哪怕他真的是神，我也绝不会投降。杀他！把手给我！犹豫什么呢？快点！没事了。一个都别留。婉音有点意思。王爷，有高手，武力远在我们之上。此事拖后，请您速速离开。跟他们比，我不多。还记得吗？那天在半月楼，独山说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。他的那首诗，才刚刚在京城中传开，刚给他希望，就遭此结局。想开点，牺牲一个人，换到其他人的生存，也是没办法。
夏侯伯，无论他是遇见的，还是追踪到这儿，来了就杀人，还当着我的面杀。他无非就是想震慑我这个突然想反抗的皇帝罢了。我还在想，他在设定里是有多凄惨的过去，是有感于朝政腐败，才想要夺取皇位。但刚刚他想要杀的人，都是未来的肱骨之臣，是社稷栋梁，是稳住大夏的最后希望。如果他是纸片人，那就是在滥杀无辜；如果他来自更高层，明知道他们是谁，还要下此杀手，那就是为了自己乱世枭雄的未来，提早在旱灾中宣判了无数人的死刑。我于婉仪绝不允许。既然都说我是一代妖妃，